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冬天是吃茼蒿菜的季节，茼蒿菜清香扑鼻，翠绿可口。很多人吃火锅的时候也喜欢放一点这种蔬菜。今天就用茼蒿菜来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加几个鸡蛋，不用炒不烙饼，出锅外酥里嫩，而且少油少盐，多吃了也不担心会长胖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小把茼蒿菜和3个鸡蛋，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茼蒿菜，把茼蒿菜老一点的杆给它摘下来，不要了。在摘菜的过程中，有黄掉或者是烂掉的叶子一并给它摘出，不要。全部摘好后，把它放到菜篮子里边。像这种绿色的蔬菜都特别容易招惹虫卵，所以我们在烹饪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全部摘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再加1勺食用碱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和食用碱化开。搅匀后，再把茼蒿菜放进来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把茼蒿菜叶片上的虫卵给它泡下来。接着再准备把金针菇，把金针菇的根部切下来，不要了。再把金针菇分成小瓣。金针菇的长相结构比较复杂，里面会藏着许多的杂质和灰尘，所以在烹饪之前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掰好的金针菇把它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豆上的清水没过金针菇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再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再切成细丝，也是切得越细越好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茼蒿菜已泡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泡茼蒿菜的水已经变浑浊了许多，说明茼蒿菜叶片上的虫卵已经被泡出来了。再把茼蒿菜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虫卵和杂质清洗掉，一根一根的清洗。这里加食用碱呢，食用碱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茼蒿菜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控干水分备用。现在金针菇已泡得差不多了，再把金针菇一把一把的清洗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往里边加1勺食用油，再加1勺食盐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化开。搅匀后，再把茼蒿菜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1分钟。这里加食用油呢，可以锁住茼蒿菜的营养，让茼蒿菜保持翠绿的颜色。烧开就可以了，用筷子夹出来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，这样茼蒿菜的颜色会更加的翠绿。再次把锅中水烧开，把金针菇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1分钟。去一下金针菇的草酸，用筷子搅拌搅拌，烧开后再煮1分钟。1分钟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。再次把锅中水烧开，把胡萝卜丝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1分钟，把胡萝卜丝煮软。煮软后再用漏勺控水捞出，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的金针菇已经放凉了，再把金针菇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金针菇的水分。挤干水分后放在案板上，把金针菇切成小段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胡萝卜丝的碗中。现在的茼蒿菜也放凉了，再把茼蒿菜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茼蒿菜的水分，尽量多挤一会儿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茼蒿菜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切成小段，尽量切得碎一些。切好后用刀剁一剁，剁好后把它放大碗中。
接着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也放大碗中。再准备一根火腿肠，给它分成小段，再给它对半切开，然后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火腿肠丁。切好后放入大碗中。现在来调一下味，加一勺食盐，加上的胡椒粉，其他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5个鸡蛋，把它倒大碗中。鸡蛋的量呢，根据家里人的数量来定。我家今天有4口人，就准备了5个鸡蛋。鸡蛋打好后，往里边加一勺白醋，去一下蛋腥味。再倒小半碗水淀粉，起到粘合的作用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搅匀后，再把鸡蛋液倒蔬菜的碗中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蔬菜和蛋液完全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平底锅烧热，放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整个锅底呢都给它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油热后，舀入2勺的蔬菜蛋液，放入锅中，用铲子给它铺平铺均匀，薄薄的铺上一层，给它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，转中小火慢煎，给它煎1分钟，把底部煎至定型。1分钟后定型了，用铲子像我这样从一边给它卷过来。这时候呢容易裂开，不用担心，因为鸡蛋液还没有完全凝固，卷到一起之后它就会定型了。卷好后把它推到一边，继续刷上一层食用油，然后再舀入2勺的鸡蛋液，用勺子铺平铺均匀，给它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，薄薄的摊上一个鸡蛋饼。摊好后先给它煎1分钟，把底部煎至定型。定型后再像我这样给它卷起来，用刚卷好的鸡蛋卷把新的鸡蛋饼给它卷起来。全部卷好后再推放到一边，再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油热后再舀入2勺的鸡蛋液，放入锅中，用勺子铺平铺均匀，给它摊成一个薄薄的鸡蛋饼。摊好后再煎1分钟，把鸡蛋饼底部煎至定型。鸡蛋饼底部定型后，再用鸡蛋卷像我这样给它卷起来。全部卷好后，收口处这里呢，用铲子给它按压一下，让鸡蛋液粘得更加牢固。然后再用小火烙几分钟，鸡蛋饼的4个面都要给它烙一下，每一面烙1分钟，直到把整个鸡蛋卷的表面烙至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直接放在案板上。为了方便食用，给它切成小块，宽约1到2厘米左右，尽量切得均匀一些。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外皮非常的酥脆，中间又很鲜嫩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茼蒿菜厚蛋烧就做好了，色香味俱全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这样做的厚蛋烧鲜香软嫩，带有茼蒿菜的特殊香味，还有鸡蛋的蛋香味，金针菇的鲜香味，非常的营养又好吃，即使放凉了也是香软如初，绝对是孩子们不会拒绝的一款美味早餐，搭配牛奶、豆浆、粥都非常不错，真的是营养又低脂，多吃了也不担心会长胖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